那你的意思是，以后再也不见我了，是吗？就因为我是你仇人的女儿，我爸爸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他本来可以不再收购枫林晚的，你知道吗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当在枫树园这个问题上，他和卖主联手抬价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已经有了复仇的意思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收购达阳公司呢？当我知道他是李维生的儿子以后，我心里非常难过。其实我们这种恩怨呢，早该化解了。爸爸年纪老了，这个时代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。其实我收购达阳公司，就是想化解李云阳心中的仇恨。爸爸只想踏踏实实的安度晚年。你说，李云阳是不是故意接近我？我看应该不像，但今天的表现有点反常，除非他是一个阴暗卑鄙的小人。那他知不知道？你知道他是李叔叔的儿子啊？我没有告诉他，我想用我的方式和行为让他明白。我相信时间和真诚会化解我们之间的仇恨的。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云阳肯定也恨死我了。乔乔，你告诉爸爸，你是不是喜欢李云阳啊？你要跟爸爸讲真话，是不是真的爱上他了？我告诉你爸爸不会成为你们情感上的障碍，但是爸爸也不允许任何一个男人在感情上伤害你们。你如果真的喜欢李云阳，那就要学着包容他，关心他，去爱他，让他知道爱比仇恨更加重要。但是你千万不能告诉他我们知道了他的秘密。像他这样男人，如果知道我们在怜悯他，在可怜他，那就会事与愿违。好了，爸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但是我也不希望他伤害你。我真希望看到你们俩和解的那一天。你放心吧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真诚，会有这一天的。那我有点别的事儿，我可得先走了。注意休息，别太累了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又不是瓷做的，走吧走吧。好。公司呢？哎呀，管他在哪儿呢！你是我认识的女孩子当中最有本事的一个。乔总，您的决定实在是让我难以接受。目前大豆的期货一直在向下走，看跌，您却看涨，我实在是不明白。小波，现在大家都看跌，
如果我们买跌的话，这挣钱的空间就太小了。如果我们压涨，啊，乔总，您这个不是在做期货，您是在赌博。您有什么根据说大豆会涨呢？小波，你的报告非常详细，也很详尽，但唯独没有提到自然灾害对大豆生产的影响。今年除中国以外，各个大豆生产国都是丰收，你说这正常吗？如果出现天灾，大豆就要减产，供货就要发生奇缺，那你说期货能不涨吗？您懂占星术？我不相信那一套鬼把戏。我是研究了各国的气象资料，也请教了专家，得出来的结论是，今年大豆减产，因为有天灾。那按照您的说法，那我们还应该再研究一下这些主要生产国的政治了，看看这些主要生产国会不会发生动乱，会不会政变啊？这天灾人祸加在一块，那肯定是会涨啊，而且还会涨到一个天价。我说小波啊，我不想给你置气，知人知天，这才是期货制胜之道。我主意已定，我不想跟你争吵什么，我绝不改变了。乔总如果一意孤行，我可以下单，但是丑话说在前头，我的资金不会跟进，我这次就全当给您做一回操盘手，您看怎么样？那你可就错失良机了啊！那咱们就走着看。好。妍姐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。我哪能不来啊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！哎呦，我带你看看。太棒了！瞧瞧，哎，给我留2套啊！哎，于洋怎么没来啊？他刚才还在呢，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是不是你们俩闹别扭了？没有的事儿。别瞒我了，跟我说说，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哎，琳琳，看见李总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刚才说他有点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下，还让我应付一下客户。这么多人，我怎么应付得过来？乔乔，你快来帮帮我吧。哎，行，你先去，我待会儿过来。好的，我给他打电话。这小子又关机了。乔乔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非把他拽回来给你道歉不可。等着啊，我走了。玲玲，妍姐，哎，小波，你怎么也上这儿来了？哎呦，我找云阳找不着，打他手机也关机，那会馆也闭馆了，我只好到这儿来碰碰运气了。这家伙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动不动就关机。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走。哎，你在家呀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今天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在家待着干嘛呀？到处也找不着你，手机也关了。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？把你那个手机给开了。林阳，你真是你有事儿说事儿，动不动你就关手机。真要找你有什么事儿，哪儿找你去啊？你要老这样，真没法帮你。哎，你说话呀你！你说你是不是跟乔乔闹别扭了？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说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乔云峰已经下单了，现在可是火烧眉毛的时候。你要再这么腻腻歪歪的，我们怎么办啊？现在可是关键时刻。乔乔是乔云峰的女儿。什么？怎么会是这样？
她是他的女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小波，他跟乔乔好上了。云阳，这是真的吗？云阳，我们可是说过的，我先追乔乔。行，你倒好，你偷偷摸摸的跟他好上，你都不跟我说一声，你一个电话我就从深圳回来了。行，你就这么对我是不是？好，你可真行。哎，小波，妍姐，我真的没想到乔乔会是乔云峰的女儿。你呀你呀，哎呦，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说。谁啊？于洋，是我。啊，韩婷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在哪儿？我想马上见到你。啊？我刚从五洲之夜出来。哦，你到吴涵那儿去了？他把你怎么了？行，我去一趟吧。妍姐，韩婷有急事找我，说是跟吴涵有关。我去一趟吧。韩婷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武涵说要把乔云峰送进监狱。他真这么说的？小哥，陈小波刚来电话，有2件事让我转告你。什么事儿？第一件事是，大豆期货又跌了，咱们得补仓。第二件事是好消息，欧盟刚刚发布的消息，要求美国的大豆出口商必须在检验报告上注明是否是转基因产品，而美国的大豆70%又是靠转基因育种的，也就是说，欧盟只要抵制美国出口，那么大豆市场就会出现短缺状况。那就再补仓。告诉冯小波啊，以后有关期货的事儿，直接打电话给我。公司的账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，已经补了3次仓了，再补下去，哎呀，那就把我的法人股拍卖掉。那不行。如果把法人股卖了，博士就不姓乔了。要卖也卖我的，公司有我没我一个样，但是博士不能没有你。那可不行啊！你的股份本来就不多，我一个人成了，只要你在，有博士在，我就有翻身的机会。你可以拿出你家底儿的一部分，优先受让我的股份，这样既帮了我，也不至于咱们的股份让别人全拿走啊。没问题。不过你刚才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个想法，是不是把这法人股做抵押，融一部分资进来，这样1可以把资金问题解决了，2可以不把股权卖掉，只不过多付点利息。这个办法好，就这么办，但是一定要保证彭小波那边资金的使用。行。陆老师，有件东西想请您法眼过目。
你小子收拾东西没几样是真的，这什么呀？一尊瓶子。什么瓶子？海盐水清，这个名字您老听说过吧？你拿的就是它呀！我告诉你，赶快给我拿走，100%是假的。您仔细看看。怎么样，陆老师？你这个东西哪儿来的？一个朋友家里祖传的，他现在急需用钱，就拿了出来。不，准确说是偷出来的。他一张口把我吓一跳，3000万。乖乖，陆老师，您说这玩意儿要是真的，它到底值多少钱？起码3000万以上。你先放我这儿吧，我再仔细看一看。不行，不能过夜。您什么时候想看，我再给您报。怎么你信不着我啊？不是我信不着你，是我那朋友信不过我。再见，陆老师，再见。喂，我是乔云峰。哦，老陆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是吗？那我马上过去。大宝，我有点急事出去一下，开董事会的时候我就回来。我说的事儿抓紧办啊。什么事儿？你这么着急？我回来再跟你说啊。来来，孟总，里边请。找大洋公司没用啊，我早就通知李云阳了，到现在连个音儿都没有啊。陆总，你想，大洋公司是您的子公司，他不给钱，我不找您，我找谁去？孟总，您别着急，我们从来就没说过不付给您钱，对吧？你也看见了，这枫林晚的宣传策划非常成功，销售工作才刚刚开始，钱嘛，迟早要付给您。孟总，要不这样，您再宽限我们1个月，支持我们家工作，行吗？宽限你们？谁宽限我呀？来，坐下说。这材料商们整天围着我要钱，民工的钱呢，少给1天也不行。是，要不这月发薪时候，让民工上你们这领钱来。哎呦，孟总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博时是上市公司，怎么能够不守信用呢？您放心，只要资金周转过来，我第一个通知您取支票，行吗？陆总的话比李云阳的小子贴不住我了。要不这么办，您呐3天之内先给我凑500万，我先把公司的债务平一下。我都快逼疯了，妹子，我求求你腾个老哥行吗？孟总，这事儿我跟总公司的财务部总监商量一下，争取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，孟总，再见。韩婷，哟，李云阳，李总，催账的人一刚走，你就现身了，你行啊你？谁来催账？还有谁啊？孟佳玲呗。哦，第2期款时间到了，你叫人把钱直接打到大洋公司账上不就行了吗？你说的轻巧，公司的财务总监要求各公司紧缩经营。韩婷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一下忙。什么事儿？你先说答应不答应？那要看你什么事儿，否则我一不留神上你圈套怎么办？抵押？不是说好了要买下来吗？啊？我说你这人怎么死脑筋啊？买下来要花多少钱啊？抵押也就7折，最多8折。咱们能省多少钱啊？我告诉你，乔云峰这次期货是必败无疑，明白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人办事一向是干净利落，一把是一把。如果你觉得抵押有把握，你就办手续；如果有问题，这次抵押不用公告吧？不用，等到期了再说。哎，不过你的钱什么时候到位啊？今天办完手续，明天就走。好，来，干。把这酒瓶给我。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啊，就像看到一个骄傲的公主，
单纯高傲。我没想到我能重睹他的风采。哎呀，只不过，怎么了？也可能是因为存放的原因，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点点瑕疵。你是说宝物没有珍藏好？当年秦王朝的长城砖让百姓用来做茅房堆儿，我肯定，这个尊的主人呐，用它来腌制泡菜了。我倒想尝尝他腌的泡菜是啥滋味呢。现在呢，我不能完全的肯定它就是真的。这不嘛，我在北京请了几个朋友，都是专家，让他们帮助我一块鉴定一下。你等着听消息吧。我对海晏水清尊可是情有独钟，现在宝物现身了，那我不能宝山空回呀。你不要着急，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啊，我会想办法让你和买主见面的。啊，到我办公室。王总设计师，这次我和陆总来贵公司，是想通报一下我公司下一步与贵公司的合作方式的调整方案。请说吧。由于我公司的人事变动，枫林晚我公司的代表将由陆总兼任。有关枫林晚的相关事宜，请王总设计师与陆总进一步接洽。就这些吗？陆总，我可以跟李总单独谈谈吗？啊，可以。那李总，我在车上等你。再见，乔乔。云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，售楼处的筹件还等着我去完成。那也不用这样一本正经的，让人看笑话。这是我的工作。云阳，我们下班以后好好谈谈，行吗？对不起，我最近有点忙，以后再说吧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以后再也不见我了，是吗？就因为我是你仇人的女儿，我爸爸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他本来可以不再收购枫林晚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他知道了你一切的秘密，他才出的钱。他这样对你，而你呢？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。我告诉你，枫林晚早晚会回到我的手里。那你是在利用我？你一直都在利用我。李云阳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可以不来往，但是你不许伤害我爸爸，否则我跟你拼命。烦不烦啊？各位董事，对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，尤其是电子公司走私偷税漏税的问题，我作为董事长和集团公司的总经理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知道了。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我最近出售和转让了大部分股份。但我要声明的是，我不是在变现，在寻找其他的投资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希望在各位董事的支持下，在公司各位领导和员工的支持下，博士一定会走出危机，博士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。哎，你不要坏我工作！哎，你是乔云峰，乔董事长吗？我是。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
我们对博时电子公司从事非法走私犯罪活动一事已经开始立案侦查。你作为博时电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我们正式通知您，您被拘留了。我们怎么可能走私呢？现有证据表明，博时电子公司从事了走私犯罪活动。乔先生，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。那好，电子公司是我分管的，我跟你们走。请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。大鹏，你继续把会议主持完，我跟你们走。董事长，咋回事？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请各位出去，一定不能外传。散会。帮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哎，乔乔，李银阳正在开车。快告诉银阳，我爸爸出事儿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清楚点儿。我爸爸公司的黄秘书说他被公安局抓去了，你们能来一趟吗？你在哪儿？我正准备去博时。好好，乔乔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银阳，乔总出事儿，马上回公司，快点。我爸怎么会走私呢？杜叔叔，是不是博时电子公司进口的那批电子元器件涉嫌走私的事儿？对，就是为了这件事儿，我才一直跑海关。都怪我管理不严，没有及时发现。对不住老乔。杜总。啊，你们来了。我这跟乔乔谈他爸爸的事儿。走私是博时电子公司的事儿，应该由电子公司的负责人承担责任和后果，怎么会牵扯到乔总？电子公司的总经理宋飞宇在案发的前3天就跑了，到现在都没有找着。乔总是电子公司的法人代表。那当时怎么没报案？这件事我和乔总商量过，博时公司是上市公司，走私的事儿如果传出去，对公司的影响不好。我们考虑，只要把海关的税款和罚款交齐了就行了，所以就没有报案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半路上杀出了一个吴涵。吴涵，吴涵又是什么人？哦，一句话2句话解释不清。你记得你小时候有一个挺漂亮的阿姨，经常去找你爸爸吗？哦，是不是那个眼睛大大的吴阿姨？对，她就是吴涵。吴总啊，乔云峰是进去了，可现在杜鹏是博时集团的第2大股东，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控制博时。这几天我跟这个人打过交道，他好像不像您所说的那么好对付。我马上要起诉博时了，那个杜鹏只会忙得顾了头顾不了尾。陈总，你记住，杜鹏只是乔云峰的一条狗，现在乔云峰进去了，他充其量是一条丧家之犬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啊，对。可是疯狗有时候也会乱咬人的，所以我还是提醒您，防着点杜鹏吧。好。我现在的心情和你们一样，也着急也难受，但是越在这个时候越需要冷静。我准备马上到市政府向领导汇报，让领导过问此事。杜叔叔，我和你一块儿去行吗？不用了，有些话你在身边，我不好向领导开口。乔乔，你放心，我和你爸爸是10几年的兄弟了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把你爸爸接出来的。
等事态平稳了，我会安排你和你爸爸见面的。云阳，哎，你先把乔乔带到办公室坐坐，我跟小陆谈点事儿。杜叔叔，如果你见到我爸爸，请你转告他，我在家等他回来。放心吧。乔乔，你先到办公室等我一下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一会儿我过来。小陆啊，这几天公司的事儿我顾不上。你是公司的总经理助理，又是乔总信得过的人，现在是非常时机，所以我希望你把公司经营管理的重任担起来。杜总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力去做的。现在救老乔是最要紧的事儿，你就安心去忙吧。请转告老乔，我们相信他是清白的。全体员工等着他早日回来。好。电子公司和德宏公司的合同，吴涵肯定会咬住不放的。我让黄秘书把相关文件和合同转交给你，你仔细的研究一下。吴涵那边呢，就交给你对付了。记住，能拖一天就拖一天，只要乔总不出来，我们就不能妥协。另外，吴涵是个很难对付的女人。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，一定注意，言辞不要太严厉。我明白。那好，我先去市政府，然后回来咱们再谈工作。好。你看出了吴涵的险恶用心了吗？他这是想置乔总于死地啊！当然，让你接了吴涵，对你来说也是件痛苦的事情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乔乔失去了父亲，公司员工失去了领导，你就能高兴吗？当然，让你当面接了吴涵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你可以帮乔总一个忙。我可以帮乔总什么忙？你利用吴涵是你干妈这层关系，你去了解一下，她是怎么设计陷害乔总的。我试试看吧。好，等你消息。乔乔，你说我爸爸不会有事的，是不是？乔乔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别太难过了。要相信乔总会平安回来的啊！咱们在这等着也不是办法。这样，我去找严姐，让她想想办法，好不好？严姐，她肯帮这个忙吗？放心吧，她肯定会帮忙的。严姐社会关系多，多一个人多一条路嘛。来，走。老杜啊，你这招借刀杀人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连吴涵都给瞒过了。我跟你合作就越来越有信心了，小波，你说呢？啊，老乔进去了，我是博时的最大股东，而且最近咱们又买了不少老乔手里的流通股。从股权的分布和实际情况来看，咱们已经完全控制博时了。
所以现在是召开特别董事会和股东大会，选出总经理和董事长的最佳时机。老陈啊，你那边进入董事会的人选要早点定下来。杜总，我想提醒你注意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乔云峰做的大豆期货现在跌得很厉害，我计算了一下，不出3天，原来的钱就会亏没了。如果想彻底掏空乔云峰的腰包，就得让他继续拿钱出来进行补仓。可他现在被关起来了，这钱又找谁要呢？这倒是个问题。人进去，可钱弄不出来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乔云峰被关起来了，他这法人股要怎么转让？只要他一天是博时的股东，您二位想随心所欲就办不到。这个你放心，老乔对我现在还是非常信任。只要我能进去见到老乔，把情况都跟他说明白，老乔所有的事情就会完全交给我办理。既然杜总这么说，那我就没什么问题了。老乔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。再说，即使他出来了，木已成舟，而且坐船的材料是他提供的，船也是他设计。这茶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样啊？公安局没有足够的证据，是不会随便动你爸爸的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公安局已经掌握了我爸爸走私的证据？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乔总与走私无关的直接证据。哎，这很简单嘛，找电子公司的总经理一问，不就知道了吗？那人不是失踪了吗？嗨，你瞧我这记性都闹晕了。哎，杜叔叔不是说是吴涵陷害我爸爸走私的吗？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找他当面对质呢？这只是怀疑，根本就没有证据。瞧瞧，那个女人我见过，很难对付的。除非找到证据证明吴涵是阴谋的策划者。这次我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了。上次小波的事儿，他一点都不给面子。哼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赶紧给韩婷打个电话，让他赶紧过来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这次乔总出事儿了，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。今天我到公安局去，碰了一鼻子灰。公安局的人告诉我，在立案侦查阶段不能探视，所以呢，有些事儿你还要多费心。杜总，我是咱们公司的法律顾问，像您刚才说的这些，是我应尽的职责，所以有些事儿，您尽管吩咐。好，公司的业务不能因为没有乔总而停下来，但是没有乔总的授权，很多事情我都处理不了。所以，我希望你尽快的见到乔总，向乔总把公司的困难和问题说清楚，让他授权于我，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和管理，行使董事长的权利。另外，现在期货跌得很厉害，乔总在期货上有大量的个人投资，这件事儿也要让他拿主意。好，喝茶。哎，丽阳，开门。韩婷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打那么半天电话。妍姐，乔乔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李阳，你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开发区呢。你去开发区干什么去了？博时的电子公司就在开发区，我去核实了一些情况。韩婷，你接着说。啊，我去查了电子公司与德宏公司的合同和相关文件。
我真的没想到这么苛刻的条件，电子公司居然能够接受，所以我就调查了他们签约时的实际情况。哎，电子公司的总经理叫什么来着？宋飞宇，杜鹏的表弟。这个人你了解吗？不了解。宋飞宇是杜鹏的人，所以集团公司这边相应管得松一些。除了乔总和杜鹏，他是谁都不会放在眼里的。据说外边还养了个情人。你到电子公司发现什么情况没有？问题很多，但是跟走私案件相联系的并不多。那就是说还是有问题喽？现在还不好说，主要是电子公司在收到德宏公司的预付款后，有2大笔金额还在往来账上，到现在还没有说明。明天呢，我会到银行去查他们的来源。